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过去20多年，中国房价的上涨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十分罕见。很多关心中国发展议题的朋友都问，为什么中国的房价会涨得这么快？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价格一路推到今天？这一期我们继续从制度讲起，我们只讲2件事：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金融体系。当你把这2个机制串在一起，你会发现，房价上涨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发展下的必然结果。这2个机制如何运转，需要从结构力量和制度路径2个角度来解释。因此，我们分成5部分来展开。第一部分，2大结构性张力加1大结构性耦合，是房价上涨的起点。要理解房价上涨，我们要先看3组结构性力量，它们不是矛盾，而是推动整个机制转动的生成力量。结构张力1，房价需求爆炸式上升和住房供给体系的结构性中断。90年代开始，城镇化加速，城市扩张加速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，住房需求在短期内急剧扩张。1998年福利分房终结，单位不再分房，而是商品房，而商品房市场尚未成熟，供给能力远远跟不上需求扩张。结果是，需求在爆炸式增长，而供给却明显滞后，最终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缺口。数据非常直观，城镇人口从1993年的 3.31 亿增至2001年的 4.8 亿，城镇化率从 27.99% 提升到 37.66%。2002年到2011年，城镇化率又从 39.09% 上升至 51.27%， 城镇人口也从2002年的 5.02 亿增至2011年的 6.91 亿。一句话就是，需求本身不是推高房价的原因，但它把土地财政推入了快车道。结构张力2，地方财政支出持续上升，财政供给能力严重不足。改革开放后，城市扩张、公共服务、基建投资需求快速上升，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，长期存在缺口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缺口，中央财政能力被重建，主要税种大规模回归中央，地方负责的支出没有减少，但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。结果就是地方支出需求越来越大，但财力越来越紧，这为土地财政的崛起奠定了独特的背景。以上2个是结构性张力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结构性耦合。结构性耦合是地方发展动力持续上升和金融体系扩张速度持续强化，这2者并非对立，而是互相吸引、互相转化。地方要招商、搞基建、扩大城市规模，需要更多资金，银行体系在快速扩张，需要更多可抵押资产和贷款需求，2者天然耦合，形成持续强化的正反馈。一句话就是，城市扩张需要资金，银行扩张需要抵押物，2者互相成就，推动房地产进入加速循环。第2部分，制度路径1，为什么分税制把地方推向土地财政？理解土地财政必须从分税制说起。1994年之前，地方财政
包干体制。包干体制向中央与地方签的经营合同，设定一个基数，地方必须完成，超收部分大多地方自留，中央收入被锁定在一个较低的份额。1984到1993年10年间，中央财政收入从40.5%下降到22%，结果非常明显，中央财政调控能力被削弱，地方为了增加收入不断乱收费，财政体系不稳定、不可持续，这逼迫国家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。1994年之后，税权上收，地方财力骤降，分税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，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、地方税、共享税，其中关键是增值税占税收入的40%左右，而其中75%归中央，25%归地方。1994年的增值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额的45%，对地方来说，这是一块被大规模抽走的重要税源。与此同时，地方的责任没有减少，支出需求却在上升，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找到一个可控、快速、由自己创造的收入来源。为什么只能选土地？原因包括地方无权决定主要税种，城市要扩张需要大量资金，区域竞争压力极大。1998年，福利分房终止，商品房全面市场化。2002年，全国推行招拍挂，土地价格制度化上涨。最关键的是，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完全归地方所有，不用上缴中央。因此，土地财政不是地方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当时唯一能解决财政缺口的办法。1998年到2003这5年，全国土地出让金几乎是按年跳跃式增长，在一些省份，土地收入占财政的比例已经是30%到40%，有的后来甚至超过50%。第3部分，制度路径2：城市化如何加速土地财政？在1998到2008年这10年间，中国出现一个典型现象，不是房价先涨，而是地价先涨，而且涨得更猛。为什么？城市越扩张，土地越稀缺，越值钱，土地越值钱，地方财政越充裕，财政越充裕，基建越完善，基建越完善，城市越吸引人，吸引更多人，继续推高土地价值。2002年，招拍挂制度全面推行后，土地价格进入制度化的上涨期，尤其是1、2线城市。当土地价格变成地方财政的增长发动机，地价上涨就不再是市场波动，而是一种制度性动力。第4部分，制度路径3：金融体系如何把地价放大成房价？土地财政解释了地价为什么涨，房地产金融体系解释房价为什么涨得更快。核心只有一句：金融是放大器。土地是中国最完美的抵押物。地方财政用土地融资，开发商拿地向银行贷款，购房者再向银行申请按揭。1998年按揭制度正式建立后，中国住房金融迅速扩张。1997年，住房按揭仅约190亿元，
到2007年6月末就达到了2.6万亿元，10年增长135倍。银行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迅速上升，形成了一个三方循环：地方政府、开发商、银行、房地产的加速循环。地方政府推高土地价格，增加财政收入；开发商高价拿地，成本上升，预期价格上升；银行提供开发贷、按揭贷，购房者按揭承担更高房价，资金回流银行，回到地方财政，下一轮地价更高，最终形成抵押物价值上升，银行可贷规模上升，信贷扩张，再推高房价。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增强的制度循环。地价上涨的力量被金融杠杆放大成了房价上涨，此时房价已经不只是供需决定，而是由制度链条共同塑造。第五部分，房价上涨走的是一条制度写下的上行轨道，把所有机制连起来，你会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。城镇化带来需求爆炸，分税制带来地方财政压力，地方财政成为唯一可控的增长引擎，土地价格制度化上涨，金融体系把土地价值放大，房价被制度化推上去。1998到2008年的房价上涨，走的是一条由城镇化、分税制、土地财政、住房金融体系共同塑造的上行轨道，而这条轨道在2008年之后将遇到全新的力量，更大规模的资金、更复杂的融资渠道以及新的政策激励机制。这些力量如何再次推动房价进入新的阶段？下一集我们继续拆开来谈。谢谢你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请你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